朋友们，最近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对劲？全球经济就像坐上了一列失控的列车，尤其是欧美那边，通胀飙升的让人心惊肉跳。美联储今年已经第5次加息了，他们宁愿让经济衰退，也要把通胀这头野兽关起来。这不，全球各国央行也跟着开启了加息竞赛。很多人都在担心，2023年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恐怕是躲不掉了，特别是那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，搞不好会面临一场持久的金融危机。越来越多的分析师都在敲警钟，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衰退在劫难逃，接下来的日子会非常艰难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难。所以咱们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做，才能在这场风暴中站稳脚跟呢？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。第一招，微紧裤腰带，把钱袋子看紧点。经济衰退要来了，咱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减少开支，多存点钱。你看现在不少年轻人，不是月光族就是月富足，为了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，信用卡刷爆，甚至还去借贷。说实话，这真的太不值当了。你真的需要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才能朋友聊天吗？出门就非得买辆新车吗？这些问题咱们真得好好琢磨琢磨。如果你觉得减少开支太难了，那就试试这个办法，把你平时所有的花销都列出来，分成2类，一类是雷打不动的刚需，比如房贷、房租、水电费、基本生活费等等，剩下的全都归要非必须开销里。每个月工资一到账，别犹豫，先把除了刚需以外的钱都存起来。千万别想着月底剩多少存多少，那多半是剩不下啥的。现在这光景，咱们得把生活过得简单些，克制住买的冲动。买房买车这种大事，楼缓一缓就再缓一缓吧。现在的房子可别指望它让你一夜暴富了，手里有足够的现钱，心里才能踏实不慌。第二招，现金为王，等风头过了再出手。按以往经济危机的套路，一旦危机真来了，所有带投资属性的资产都会暴跌，甚至直接腰斩。很多金融危机都是资产泡沫破裂引起的，泡沫一破，市场就跟着大动荡，那些高估的资产立马跌回原形。为了避免股票、房地产、大宗商品、期货这些东西把你的钱泡沫化掉，这时候就得赶紧套现，手里多拿现金，暂停一切投资。危机之上能赚钱的项目寥寥无几，绝大部分都只会一直跌。咱们把钱握在手里，等经济危机爆发后的2、3年，再瞄准那些优质公司的股票和资产大揽抄底，然后耐心等待它们重新上涨。第3招，别瞎投了，尤其现在这节骨眼上，大多数人的投资组合无非就是储蓄账户、定期理财、股票和房产这几样。储蓄和定期理财相对安全，有存断保险制度保着，这部分钱基本不用太担心。但我想重点说的是股票和房产。你看美股用了10年时间，市值翻了4、5倍，中间连一次像样的回调都没有。任何懂点经济金融的人都清楚，这很不正常，根本不可能持续下去。楼市也一样，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房价早就远远超过08年次贷危机时的水平了。要知道，这世上可没有永远只涨不跌的东西。所以当你预感到经济危机可能快来了的时候，千万别再盲目投资了。能真正保值的是一些硬通货，别再幻想着靠股市和楼市大赚一笔了，现在冲进去，很可能就成了高位接盘侠，到时候损失惨重。第4招，赶紧把那些吸血鬼债务清除掉。如果你背着债务，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想办法把它们清掉，尤其是那些高利息的债务，这太重要了。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一旦你陷入财务困境，巨大的经济压力会让你喘不过气，甚至面临违约的风险。债务越少，你的现金流压力就越小。那什么样的利息算高呢？一般来说，不管是1年以下的短期贷款，还是1到5年的中长期贷款，甚至是5年以上的长期贷款，利率通常都在5%以下。如果你手上的贷款利率超过了这个基本线，那都属于高利息债务，这些利息滚起来可是非常可怕的，所以要趁早把它们还掉，给自己减轻负担。万一你已经出了问题，还不起债了，也别硬扛着，尽可能的和贷款方协商，看看能不能减免一些利息。第5招，别轻易裸辞，更别瞎跳槽。经济危机一来，最容易失去收入的往往是咱们的工薪阶层，尤其是公司金字塔底层的那些人，他们的工作通常技术含量不高，很容易被更便宜的劳动力替代。所以如果你正处于这种有点尴尬的位置，一定要努力学习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千万别轻易离职，更别频繁跳槽。经济危机常常伴随着失业率飙升，很多企业都会收紧招聘，这意味着就业机会和晋升空间都会变少，所以千万别任性辞职。企业遇到寒冬一般不会立刻裁员，但一定会马上停止招募新员工。如果你这时候离职了，再想找份新工作，那可就难上加难了。第6招，准备好你的救命钱，紧急备用金。紧急备用金，无论何时都是咱们必须准备好的。人生难免会有突发状况，比如家里有人生病急用钱，或者突然失业需要过度找工作，再或者遇到其他需要大笔资金的紧急情况。要是收入中断，支出又暴增，却没有一笔充足的紧急备用金，那很可能就会陷入困境，甚至对今后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。所以储备好家庭紧急备用金，就像给自己装上了一个财产安全气囊，非常重要。大多数理财书上都说，紧急备用金一般是家庭3到6个月的开支，
但具体多少还得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来判断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笔钱是用来应急的，所以必须能随时取用，最好不要存定期，而是选择那种风险低又比较灵活的理财方式。第7招，稳住你的压舱石，稳定收入。经济危机时期，整个社会的资金需求和压力都特别大，无论做什么金融投资，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。这时候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一个稳定的收入，就像一块压舱石，能让你稳稳当当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你还要不断学习成长，给自己持续增值。毕竟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了，时代随时都在淘汰那些不适合生存的人，所以人一定要不断进步。当你有了相应的能力，走到哪里都能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。除了稳定的工资收入，也要努力创造一些稳定的被动收入，比如给自己买份养老保险，让资金保值增值，将来能有个源源不断的稳定现金流，至少生活有个保障。其次，可以坚持做基金定投，这部分钱不用太多，少许即可，基金的收益还是不错的。第8招，盯紧时机，大胆抄底。如果你是个追求稳定、厌恶风险的人，把上面的几点做好了，则能确保在经济危机中保住自己。但如果你想实现阶级跃迁，想利用金融危机让财富大增，那就还需要做最后一步，找准时机，杀入底部。《富爸爸穷爸爸》的作者、财商教父罗伯特清崎曾说过，他喜欢金融危机，因为它就像时钟一样，每10年就会准时出现一次。如果你接受过财商教育，你就会期待它的到来，因为它正是创造财富的最佳时期。每次正确的资产配置，都是他在危机中赚到最多钱的时候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没有乱投资，身上没债务，反而还握有大量的现金，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抄底的时机。其实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人类社会运行模式的一次大洗牌，原有的技术商业模式赚钱路子走不通了，社会规律会强制所有人进行新一轮的创新与变革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经济危机也是普通人一次财富渡劫的机会。每一次危机之后，都会带来非常强劲的经济复苏以及财富的重新分配。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，就看每个人的学识和胆识了。你觉得还有哪些方法能帮助咱们普通人度过经济危机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